上一集的故事说到，1999年四大天王齐聚克鲁斯堡，这是克鲁斯堡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本次华山论剑注定成为世锦赛历史上最经典的一次对决。首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将希金斯斩于马下，经此一役，小马哥终于一雪前耻，从小被老张压制的阴霾一扫而空。而另一场半决赛，在当时的英国更是引发了万人空巷的效应。一个是轰出了5分08秒神奇147的火箭，一个是急于回归王位的皇帝。这二人的碰撞无异于火星撞地球，注定是一场激情四射的比赛。上半阶段两人打得难解难分，皇帝几度领先，又被几度扳平。然而就在火箭打丢了一颗简单的粉球，错失147之后，赛场之上风云突变，而那颗粉红色的回忆也注定成为了火箭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要知道，当时的一杆147可价值北京好几套四合院。皇帝连下4局，赢下了这场天王山之战。随后的决赛，面对略显稚嫩的马术，皇帝轰出7杆破百，6杆80加，成功上演王者归来。自此，皇帝在整个90年代的10年当中，狂揽16个3大赛的冠军，克鲁斯堡7度封王，连续8年排名世界第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也正是这一次的夺冠，让皇帝超越了老球王斯蒂夫戴维斯，成为了克鲁斯堡真正的王者。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夺冠，让皇帝彻底迷失了对斯诺克的方向。因为在皇帝的心中，这个记录依然无人能够打破。自此，皇帝迷恋上了高尔夫，平均成绩能够打出负2杆，就是皇帝的高尔夫水准。这是一个可以参加职业赛的水平，你说他是花了多少时间？长期的高尔夫练习也为皇帝的职业生涯埋下了一个永远不可挽回的遗憾，这个咱们先按下不表。就在皇帝沉迷于高尔夫时，753节早就磨刀霍霍，羽翼丰满。2000年，小马哥成功登顶克鲁斯堡。2001年，火箭在加入职业8年之后，也终于圆梦克鲁斯堡。同样，也就在这一年，火箭碰上了自己的恩师逍遥子雷里尔顿。逍遥子对火箭说道：“我观你骨骼清奇，乃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只可惜只懂得进攻，不会防守。长此以往，只会成为一名一流高手，最终却不能修成正果，成为一代宗师。”火箭听完茅塞顿开，那头便拜。自此，火箭跟随逍遥子潜心修炼，时间一晃便是3年。在这中间，斯诺克江湖还发生了2件大事儿。第一件便是保罗·亨特连续3年神奇逆转，完成了大师赛的3连冠伟业。第二件便是靠着家里卖房、睡台球厅长大的丁俊晖，代表中国大陆选手首次登陆英伦。时间来到2004年，学艺归来的火箭再度闯入克鲁斯堡的决赛，而他的对手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的忧郁王子格雷姆·多特。开场之后，多特火力全开，一搏5-0，将火箭逼到了绝境。而此时的火箭早已不是当年的毛头小伙，在恩师逍遥子雷里尔顿的悉心调教下，火箭早已内外兼修，浑身上下依然透露出一代宗师的气质。看台上，雷里尔顿坐镇助威，赛场上火箭剑走游龙，人肝合一，最后终于成功逆转，克鲁斯堡2度封王。据说因为这场比赛之后，格雷姆多特身上就有了那股难以名状的忧郁气质。2005年，皇帝打入中国公开赛决赛，而他的对手竟然是为了怕打不进正赛而持外卡参赛的丁俊晖。皇帝以4-0开场，丁俊晖以9-5结束，反打了皇帝一个8-1。第一次让英国人感受了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也就在这一年，皇帝因为长期沉迷高尔夫，患上了易卜症。对于这个病不太了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前2天大圣的视频。在没有黑玉断续膏的年代，患上了这个病的皇帝，相当于经脉尽断，武功尽失。此后的斯诺克江湖，皇帝也再无建树。2012年，皇帝在轰出最后一杆147之后，含恨退役。然而，尽得逍遥子真传的火箭却一发不可收拾，1000杆破百，15杆147，排名赛38冠，以45岁的高龄封王克鲁斯堡，终于修成正果，成为一代宗师。皇帝已然退役，火箭也已经慢慢老去，但是斯诺克江湖的传奇还在继续。对于这2人的争论，可能会持续20年、30年，甚至上百年。
但是对于大圣来说，皇帝是人间的神，火箭是魔界的妖。皇帝优雅地展现了斯诺克的气质，而火箭则完美地诠释了斯诺克的天赋，一个雅量高致，一个狂放不羁。在一夫一妻制的年代，你不允许大圣同时迎娶波娃和塔布也就罢了，难道你还不允许我同时爱上2个男人？神仙妖怪我都爱，这就叫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沧海一声笑，